神真的存在吗？为何佛教最高的佛释迦牟尼竟然会说这个世界没有神？他到底悟到了什么？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释迦牟尼的身份很多人都知道，他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儿子。净饭王年到50，却一直没有子嗣，所以他非常着急。净饭王的妻子摩诃摩耶也很想要一个孩子，但他已经45岁，时间非常紧迫。就在两人几乎绝望的时候，一天晚上，摩诃摩耶梦到白象飞入体内。这里的白象可不是方便面，而是古印度的神兽六牙白象，它是圣洁神灵的象征。而做了这个梦没几天，摩诃摩耶就察觉到自己身体的异样，最后确定是怀孕了。经过数月的孕育后，摩诃摩耶按照传统准备回娘家生产，没想到半路上，摩诃摩耶准备摘一枝无忧树的树枝时，孩子竟然从他的右肋降生了。这一幕让所有人感到震惊，这简直让人瞠目结舌。右肋又没有出口，如何能生孩子呢？而这孩子也十分奇特，这个出生的孩子自然就是释迦牟尼。他出生并没有哇哇大哭，也没有要喝奶，而是马上站立起来，朝着东南西北4个方向走了7步，每走1步，脚下都会生出一朵莲花。走到第7步的时候，释迦牟尼单手指天喝道：“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看到这里，很多人都会觉得释迦牟尼太狂了，还是个小屁孩就敢吹这么大的牛。但实际上，释迦牟尼并非说以他为尊，而是站在每一个人的角度，意思是天上地下只有自己是最重要的。在说完这句话后，释迦牟尼就变成了一个正常的婴儿，昏昏睡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摩诃摩耶在生完儿子的第7天就毫无征兆地去世了。而净饭王为了让儿子得到最好的照顾，又娶了自己的小姨子，所以说释迦牟尼是在自己的后妈或者说自己小姨的照顾下长大的。在释迦牟尼很小的时候，净饭王邀请高僧阿斯陀占卜一下儿子的命运。阿斯陀一见释迦牟尼就感觉此子非池中之物。经过一番占卜之后，阿斯陀说出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他表示，王子如果成为国王，必然会一统四海，成为一代明君。但如果未来王子出家，那必然也会成为最妙法轮。净饭王原本还想问得仔细一些，但阿斯陀却什么也不肯说，直接离开了。净饭王当然不愿意儿子出家，毕竟他辛辛苦苦维持的家业，自己的王位、自己的财富和权力都需要继承，而自己就这么一个儿子，所以为了避免儿子出家，他禁止任何僧人和宗教教徒接近释迦牟尼。同时，他为儿子提供了最奢侈的生活，妄图将儿子永远留在世俗。他让释迦牟尼穿最光鲜亮丽的衣服，吃最美味可口的食物，住最豪华的宫殿别墅，每次出行也都是卫队相随。而且在释迦牟尼年幼时，他就给儿子安排了3个美女妻子，为的就是留住儿子的凡心。那么面对如此奢华的生活，释迦牟尼最后为何还是出家了呢？释迦牟尼悟道后的第一句话，为何竟然说这个世界没有神？作为佛教的至高神，他本人难不成竟然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到底悟到了什么？根据佛教经典的讲述，释迦牟尼30岁之前拥有锦衣玉食、娇妻美妾，还有了一个孩子。可以说，世间能享受到的所有快乐，释迦牟尼全都体验了一遍。净饭王原本以为这样就能留住儿子的凡心，让他安心继承自己的王位，但没想到释迦牟尼的凡心还是动摇了，因为他从出生之时起就已经被注入了伟大的灵魂。在这30年的奢华生活中，释迦牟尼在享受快乐的同时，会经常思考一些问题，比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要去往哪里？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难道就是这样过一辈子？我死后会去哪里？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后世有人分析认为，或许是因为释迦牟尼过得太舒坦了，他才有闲心去想这些问题。净饭王一番操作是适得其反了。在释迦牟尼29岁的时候，他乘坐马车前往城外查看。这一次，他看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他看到了一个暮年老者弓腰驼背，步履艰难；又看到一个浑身长满脓疮、痛苦哀嚎的病人；还看到一个丧葬的队伍，亲属们围着棺材痛哭流涕。释迦牟尼感慨道：“众生有如此之多的苦难，生老病死，谁又能阻止呢？人是这样，国家也是如此。即便自己继承了王位，就能保证国家永远不会分裂动荡吗？那么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什么一劳永逸可以解除一切烦恼和痛苦的东西呢？”于是在这天晚上，
上，释迦牟尼悄悄告别了父亲，离开王宫，成了一个最普通的出家人。在当时的印度，有很多宗教和修行之法，最普遍的就是通过禅定和神灵沟通，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释迦牟尼出家后，最开始也是走的禅定沟通神灵之路。他听说苦行可以更好的感悟世间，可以更好的沟通神灵，于是释迦牟尼也加入了苦行大军，混得连一个乞丐都不如。然而如此这般修行了不知多久，释迦牟尼始终没能沟通神灵，也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他只得出了一个结论：苦行非道。然而苦行没用，他又该如何去追寻答案呢？在他最迷茫的时候，他迎来了一个转折。关于这个转折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释迦牟尼在失去方向的时候遇到了东方高人的指点，于是他开始放弃求助神灵，而是专注于感悟天地自身。第二种说法是，释迦牟尼得到了一个农场女儿的救助，重新焕发了生机，并立志通过自身感悟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反正不论是哪种机遇，释迦牟尼开始坐在一棵树下打坐，他在这里立下宏愿：不证菩提，不起此坐。也就是说，如果无法感悟天地宇宙和自身的秘密，他就永远不起来。就这样，释迦牟尼在大树下坐了7天7夜，最终修成正果。而这棵大树后来也被称为菩提树。那么，释迦牟尼最终悟到了什么呢？你以为佛教是有神论者吗？答案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实际上，释迦牟尼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无神论者之一。他悟道后的第一句话就表明了这一点。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坐了7天，在第7天晚上，他睁开眼睛，此时天空是灿烂的星河，美丽且摄人心魄。就在这一瞬间，释迦牟尼终于悟道成功。按照佛教经典的记载，释迦牟尼是睹明星而悟道，正得菩提。那么释迦牟尼究竟悟到了什么道理呢？这里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缘起性空，无主宰，非自然。这句话如果没有解释，是非常难以理解的。我们结合释迦牟尼的目的来理解，或许能获知一二深意。释迦牟尼静坐，目的是想感悟天地自身，理解宇宙大道，知道人和万物是怎么来的，又要去往何方。在释迦牟尼之前，古印度的宗教都认为人与万物都是由神创造的，我们想要什么，只需要向神灵祈祷就能得到答案。但释迦牟尼却说，无主宰，非自然，也就是这个世界根本没有所谓的神灵，没有什么主宰。释迦牟尼告诉人们，这个世界没有神灵，我们想要寻找答案，只能靠我们自己。这句话是释迦牟尼找到的答案，同时这句话也为释迦牟尼后来成为佛教的神奠定了基础。毕竟只有否定以前的神，才能够让释迦牟尼真正成神。或许释迦牟尼那时候并没有想到成立宗教，也没有想成为神，但他的信徒和弟子却帮他完成了这一步。那么既然没有神，我们这个世界又是怎么来的呢？这就是前2个字缘起所带来的答案了。释迦牟尼告诉大家，万物出现的根本就是缘。比如你是父母所生，而父母之所以能够结合，就是因为缘。再比如一棵大树，它之所以出现在这里，能长这么大，也是有原因的。比如空气、光照、水，甚至携带种子飞到这里的鸟儿，都是它的缘。所以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由缘的聚散而来，也是由缘的聚散而去。小到一只蚂蚁，大到整个宇宙，都是缘的聚散。不过缘只是原因，是大道，却不是基础。基础是物质，那么组成世界的物质又是如何来的呢？释迦牟尼表示，所谓的物质其实是空的，也就是性空。我们眼前看到的树看起来是木头，但当木头腐坏之后变成泥土，而泥土又滋养了瓜果，瓜果养育了动物，所以物质是没有确定性质的，是在不断转换的，所以这就叫性空。组成我们这个世界的物质同样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加上缘的聚散，就形成了我们这个世界。释迦牟尼想要解救一切苦难，最终发现这个世界是由缘起性空所主导。这就是告诉我们，面对苦难有2种方法。第一种是躺平，让自然规律散去缘，转变性，苦恼也就不存在了。第二种就是努力改变，改变缘，自然也就改变了苦恼的果。其实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佛家思想与传统道家思想的相同之处。总的来说，还是要认清物质世界的真相，不要被物质迷惑，坚持本心才是真。看到这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